今天试一下这个2024款的三阳寻艺150 GT，相比23款也是稍微有一些变化跟升级吧。统一零售价是16980，现在5月之前订车的话是有1000块钱的优惠，就是15980，应该也是没几天了。主要重点讲一下它跟23款有什么变化吧。首先升级了一套双层的龙骨车架，官方也是重点宣传了一下，然后有一张图，然后油箱现在是变成前置的了，就是应该在这个下面，加注口在这儿，从原来的7.2升升级到了12升啊，这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，官方据说理论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，应该是400公里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相对于一个150来说，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。发动机部分呢，参数是与23款没有变化的，待会儿我把参数打在上面嘛。但是官方宣传了，还是什么活塞、风扇多个部件重新设计了一下，让那个马力提升，然后省油15%，然后这些普通用户的话，体感上应该是也骑不出来有多大区别的。不过三阳的发动机，这整块部分设计都还是蛮合理的，像那种空气盒的位置，包括传动箱，就是做的空间比较大吧，然后方便拆卸维修啥的。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小改动，比如说车把23款是个螺把，现在加了一些覆盖件。然后仪表部分还是一块 LCD 的，但是 UI 稍微改了一下吧，大体上差不多。然后覆盖就是仪表的这个外壳，然后换了一个纯黑色的。其余的按键这边是双闪开关。远近光、超车灯也就没有太多，好像没有单独的像 TC 关闭的那种按钮啊。然后风挡也是造型稍微改变了一下，有一个就是稍微弧线的一个上扬嘛，然后比原来高了一点，但是也没有高太多。漆水现在这个24款寻艺一共有5个颜色，然后这一台是幽蜜银的，大概就是宣传用了那种新的一种漆水，然后让就是在日光下能看出这种类似于五彩斑斓的这种反射吧，和他们那个曼巴大概用的是一种涂料。这个前后 ABS 和 TCS 还是都有的，然后应该是砍掉了脉冲点火和自动启停功能。轮胎部分的话，还是前边190/14，后边的话应该是120/14。这个寻艺前后轮用的比较窄啊，相对于它这个14寸的大轮来说，品牌是正新，是一款半热绒的，后边减震是3档可调的。坐垫部分，三阳寻艺这个坐垫很优秀啊，无论是它那个柔软还是厚度，包括前边后边的这个宽敞程度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打开看一下坐等空间吧。坐等空间部分还是相当大的啊，得益于现在油箱是放前面了，后边的坐等空间也是宽裕了不少。试了一下，前边能放下那种就是不要装文脉通，然后小号一点的全盔，像这种复古圆的，现在这种3/4的倒是完全没有问题。后边应该还能放一个半盔或者瓢盔吧，反正整体容积还是蛮大的。这个是他们试驾车，就是他们那覆盖件还没装，这一个车架号的位置是在这儿啊。其余的就像
这原厂送的这个尾箱架质感也是不错的，这个无论是推车的时候扶着手感还比较好。来，直接上车把它提回去。这个车对标的也是那个光阳的150H啊，不过那个车我还没试。坐高方面嘛，这个车还是在150里算是有一些高的啊。然后我是双前脚掌着地，不过得益于它那个坐垫比较软，坐上去以后下压的比较多。我觉得应该165以上就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。这个油门虚位也是很小啊。对，整体的感觉就是安静，非常安静。啊，减速带。来说一下这个150寻域这个减震，这减震明显就是质感不是很高级，会前后都偏硬吧。总之你过减速带的时候还是挺难受的。对，还是跳的比较厉害，可能前减震还是比较容易触底。这个后刹比较线性，但这个 ABS 跟我试过之前任何车的 ABS 都不太一样。它是最后介入的时候，那个弹手的力度特别小，但是特别密，滋，像电流那种感觉。啊，对。前刹这边呢，前刹捏到底的时候，车头会稍微有一点点不稳。那边的 ABS 大概也是和后轮一样，就是捏到底，弹手比较密吧。但是拐弯这车比较轻巧，因为前后轮配的都比较窄，那相对的会感觉稍微有一些贼吧。如果是我买这个车的话，我可能前后轮都要加宽一号。来一把高转。整体过了6000以后，这个转速往上爬升是还是比较慢的，可能这个车不太容易能达到极速。还是一个偏日常代步取向的踏板吧。对于这次油箱变大，也可以应付一些，比如说小长途摩旅的任务。它整体坐姿是比较高的。现在我这个相机是挂脖视角，如果我抬到人脸视角的话，基本上就看不到前边屏幕了。然后这个等于这个风挡除了用来遮这个仪表以外，就没有任何就是挡风的效果了。如果真的是冬天的话，还是建议会出一个改装的超大一点、超高的风挡。哟，到了新车。
寻艺150 GT 这款车本身三阳出品的嘛，也基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相对于它就是其他150来说，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发动机运转声音特别小，就是你行驶的时候完全可以忽略它这个排气声，还有它那个震动。其余的整体来说，挑一些毛病，就是像前减震，还有这个做工部分，还是可以优化一下的。目前就是升级了，就是小范围的升级了一下嘛。最重要的就是油箱从7.2升级到了12升，再加上现在售价的话，也基本上跟 UHR 和那个光阳的150H 差不多，性价比高了一点吧。好，这个24款的寻艺150 GT就给大家试到这儿了。